托梦第10章第2个梦。近13个小时的飞行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此刻对我而言却不得不争分夺秒。持续10多分钟的耳鸣后，飞机已经平稳地翱翔于云层之上。我不知道降落的那一刻会是一个怎样的位置，可心里依然惦念着那张蜡黄的脸。我记得刘吴二人在得知我这个想法的时候都愣住了。起初刘主任表示相当不赞同，但我的决心还是动摇了他们。不得不说，这个临时的决定背后若不是有刘主任的协助，几乎等于妄想。我认为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两全的办法了。我恳求道：你们取一些血液和组织样本给我，我带过去找赫曼。没想到我的这句话瞬间让吴医生的脸色变得煞白。不过我也是之后才知道，这种操作经常滥用于一些私人和其他目的，早已在法律和人道上被严令禁止，除非具有国际认可的医院证明，才会被放行。这恐怕很难做到吧？吴医生看着刘主任道：我尽力吧。没想到刘主任抿着嘴唇，看了下时间，向我点头道：你先回去准备一下，半小时后我会给你消息。就这样，1个多小时后，我拎着航空箱和一份刘主任亲手交给我的医学证明，走进了航站楼。河满医生那边我已经帮你联系过了，把你的航班信息给我。临上飞机前，刘主任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道：上了飞机，好好休息休息。我半躺在机舱的座椅上，或许是因为睡眠不足，刚一闭上眼，眼角处便滑落了一些泪水。郝阳虽然不幸染了病，但在为数不多的朋友当中，能有这些愿意帮他的人，大概就算是亲人，也即便如此了吧。我心中感叹着，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。不知不觉中，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渐渐的便睡了过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。这是我2年来的第2次做梦，不过这次的梦境只是些零碎的片段。刚醒之际，只觉得手掌和后背的皮肤一阵奇痒，伸手向后背使劲地抓挠，顺便环顾了一下四周。我这一客舱的人很少，也很安静，偶尔能听到几声翻阅杂志的哗哗声。我突然看到就在我斜后方，一个混血模样的白人女子，手里捧着咖啡杯，正冲着我点头微笑。估摸多半是因为我睡得太沉，突然惊醒时身体抖动过于滑稽，她才忍不住笑的。我只好挠了挠脖子，也回了她一个不好意思的微笑。我转过脸，继续回忆刚才的梦境，可是稍纵之间已然变得模糊。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，梦中的视角好像处于半空中，一大片黄色的落叶向四周铺开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。我的视线很固定，只能往下看。待我看清楚之际，才发现我仿佛被固定在了一棵高大的树上，估计约有4-5米之高，因为视线下面就是粗壮的树根。我似乎还能记得曾有过一种类似触电一样麻麻的刺感，那种感觉自下而上，直至头顶。就在我挣扎着为什么不能动的时候，突然感觉我的身下有什么东西在动，就像是一个小动物在用力地抓挠着我的脚，
还不停地发出一阵阵让人心惊肉跳的嘶吼声。就在那一时间，我的梦被惊醒了，而最后一个画面至今难忘。我很想下去看个究竟，那一身淡蓝色的单衣蜷缩成一团的到底是个什么物事。没想到他猛一抬头，一双血红的眼睛直直地瞪着我，嘴巴半张着，不断地向外流着咸水，干哑的喉咙里发出磕磕哒哒极其难听的声响。那是一个人，但我也不能确定，因为他看上去更像某种动物。紧接着，这个人形生物长啸一声后，渐渐地瘫软了下去，分不清是手指还是爪子的部位血肉模糊，满是血色的眼睛就这么一直瞪着，头部埋进了他刨出的那个小坑里。这一梦之后的几个小时里，我就再也没睡着过，一直重复地闪过这些天的所有事情。即便眼睛十分干涩，但我的脑子一直疯狂地转着，以致有种超负荷发烫的感觉。直到空乘再次提醒系好安全带的十几分钟后，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 S 国的机场。就在身处户外的那一刻，才感受到强烈的凉意从小腿向上袭来。你是厉先生吧？一个咬字十分生硬的声音道。我猛一回头，眼前一位起码1.9米的外国男子正缓缓地向我靠近。我上下打量着他，显然一副欧洲人的面孔，棕灰色的头发，新长出的络腮胡。他的表情很呆板，灰蓝色的瞳孔盯着我，好像要把我看穿。我也不知所措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直到对方见我迟迟不说话，已经显出了几分紧张的神情来时，这才一拍脑门想了起来。登机前，刘主任问我要航班信息的事。我是Herman的学生，我叫马里欧，我来这里接厉先生。他以为我没听懂，只好又道：你好，对，我是厉，很感谢你能来接我。我向他伸出右手，微笑着道。直到这时，他脸上紧张的神情才缓和了许多。我坐进马里欧的摆渡车，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向我大概的介绍接下来的行程。说了一半，我们都放弃了。他说得很累，我听得也挺费劲儿。紫桑基？我问道。那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心里泛着嘀咕。身处欧洲确实让我很尴尬，德语我不会，更别说意语，法语又是个半调子，估计和他的中文水平有得一比。我头上冒出了汗，只好用英语问他，这才知道所谓的紫桑机原来是直升机。摆渡车在机场开了大约10来分钟后，停在了一个小型的私人直升机停机坪旁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我大致了解了一些情况。赫曼医生的兄弟病得很严重，所以他最近一直住在南部，靠近埃国的山区陪护他。所以对于往返于 S 市的赫曼来说，最快也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直升机，但是需要大约1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。既然对方已经肯帮到这个地步，我也不好再要求什么，只是心中一直有个疑惑，他住的山区里有供研究的仪器吗？但到达目的地，跟随马里欧的身后，来到一个傍山腰而建的巨型豪华别墅时，眼前的景象立时不再让我怀疑这个赫曼医生的实力。